取的是《诗经》的一个话，就是“河水洋洋，北流沟沟”。差不多2009年，我回到成都，开始拍黄河，大画幅的那个底片，4:5的，拍了1-2千张的底片，基本上黄河沿岸都走遍了。我出生在四川巴中，每个中国人其实对黄河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文明的摇篮啊，母亲河啊什么样。当你真的去看到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。当时读了张承志的《北方的河》，拍摄之初还想去找像它里面描写的像彩陶流成了河那种场景，现实生活中根本你找不到这些场景，更多是这短短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，经常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工改造过的景观。最初我是在山东带了一辆那个折叠的自行车，背着我的大画幅相机，每天在那儿转。当时拍了1个月，就是调整，不断在调整，这样。在一个采煤场里面会扔一个佛像在那个中间，那个地方全是矿山，有一个寺庙在山里面，佛头是因为做坏掉了，就把它放在那个煤场里面。佛头至少有个5米吧，重，没人愿意把它搬走。在荷兰三门峡，几千的游泳爱好者冬泳，他们会每年带着那个毛泽东的像去游黄河，上万的观众在那儿看。11年就没拍上，然后12年越过警戒线，在河边去驾着机器，然后我就拍到这张照片。我每次去黄河边上待1个月，差不多走1个省，再回到成都，然后冲胶卷，再出去，然后再回来。河南啊、陕西啊、山西啊、青海、甘肃、宁夏，像兰州都去过，就是7、8次。尽量选择在秋冬去拍摄，或者早春。天气我会选择阴天拍摄，冬天湿透、寒林，然后萧瑟的那些场景。美学上的考量就是我对山水画的迷恋，对宋画的迷恋，我就想背景更平面一些。像范宽的《西山行旅图》那个人物在画面的比例。最初还是真的很辛苦，让我先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到当地，到黄河边骑自行车，每天在这儿转，背着几十斤的设备。像内蒙，它冬天它会河面会结冰嘛，走到一半，我突然发现那个冰开始响，开始裂了，让我吓一跳，赶紧就那个趴在那个冰面上，就这样爬着退出去了，退到岸边才脱险。就这10多年一直在纠结，有时候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会郁闷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每天来拍这个有意义吗？但是到了一早，我又会早出发。亚洲最大的一个人工湖被抽干了，湖中间有个假山，当时因为是冬天，游客也挺少，就只有1个游客。我说我想给你拍张照，在那个假山那儿，他又不愿意拍，然后我说那你帮我拍一张怎么样？他说那可以，所以他就帮我拍了一张，我坐在那个假山上面，然后他按的快门。所以后来我第2个系列我就跟着全部来做了一个置换。山水之间在这个项目里把我自己放到画面里头，然后让里头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他来按快门。我们既是旁观者，又是参与者。在长江边上，就是你要是去重庆、泸州这些地方，你会发现好多人就在岸边就摆一些椅子来卖茶，当地人就点一杯茶，然后做一个消遣。那个桥刚建了一半就没有再修了，它是在一个学校的上面，它要穿过那个操场，那些同学就在那儿上体育课。这个是在15年的冬天，在山西河津的一个地方拍摄的，有几个人大冷天的拿着一个望远镜在看什么东西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有亲人从壶口瀑布上面掉到水里，他们想找到他的遗体。我们处在当下，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人物，微小的，像蚂蚁一样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声。